中国造出了怎样的国之重器？为何中国的火车航母一出来就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轰动？美国为何愿意直接付全款购买？随着中国003航母的即将下水之际，中国的另一个国之重器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中国这一国之重器也是创造了世界纪录，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处于领先的地位，被认为能与中国003航母相媲美。而且随着它的成功研制，也使得各国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国这一国重器测试成功的当天，就有10多个国家纷纷表示想要购买，这其中还包括美国，并且美国表示愿意一次性付清全款，这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这是怎样的一个国之重器，会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的哄抢呢？它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和用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这一个国之重器。而中国能与003航母相媲美的国之重器就是火车航母。可能在听到火车航母这4个字的第一时间，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就会觉得怎么会有火车航母呢？火车也能做航母吗？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的这艘火车航母到底是怎样的。据悉，中国的这艘火车航母就是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为啥将中国的这艘火车运输船称之为航母呢？因为这是一艘超重型载重运输船，总长180米，宽38.6米，高达16.2米，载重超过2万吨，标准航速14.4节。这艘航母运输船拥有上下2层甲板，空间利用率提升了1倍。而且船上搭载的铁轨总长度达到了近3公里，足以安放所有可以装上船的火车皮，可一次性运载200节单节长达14米的车厢，因此被称为火车航母。而相比于西方国家的火车运输船，中国的这艘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还拥有一项最特殊的能力，就是它搭载一种特殊的装载系统，使得它不需要让火车被拆散成一节一节的车皮，而只需要将火车分为长短不同的少数几节，就可以将它们迅速装上船，这样就使得装卸时间比西方运输船短了好几倍，大量的节省时间和成本。而西方国家的火车运输船一味的去提升为火车运输船的运载能力，使得车厢的长度很长，然而在运输的时候就需要先将火车拆散成一节一节的车皮，再逐个把它们装上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从而导致效率较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很显然不是很实用。这还只是中国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一方面的优点。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还配备了世界最先进的首套经济型废气再循环系统。这套系统有啥用处呢？它的用处可大了，就是在船只航行的过程中，能够做大限度的降低废气的排放，这也符合先进的碳中和理念，对环境保护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其次，中国的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是全球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吨位火车运输船，而且单从排水量等多项指标来看，中国的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就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的火车运输船，它的排水量也是相当于一个10吨级的航母的排水量，而这个排水量在世界同等的火车运输船中也是居世界首位，代表着在火车运输船领域的世界最高水平。所以正是由于中国的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拥有如此强大的性能特点，因此才会在中国正式测试成功的消息传到世界后，就立刻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而且毫不夸张地说，据悉美国一口气就向中国下了2艘火车运输船的订单，并且一次性就付清了全款。然而除了美国之外，还有近10个西方国家也纷纷表示要下单购买，这就使得中国的这艘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在一出来之后就成了爆款，被竞相购买，而且市场情景相当不错。中国的这艘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确实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在技术上也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因此才会有像美国这样在制造大型船舶方面有很强经验和实力的国家来向中国争相购买。这也是这些国家对于中国造船业技术的信赖与支持。当然，这也是由于美国这些国家自己国内有迫切的需要，才会这么紧急的想要购买，因为这样能够满足美国各港口之间的火车运输与陆上运输，
能够加快提升火车运输的速度，且大大的节省人力物力，为这些国家的海上火车运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所以才会使得美国和这些国家都要来购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国大型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提升了中国大型船舶制造业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对中国的大型船舶的出口贸易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也证明了中国大型船舶制造行业的强劲实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制造这艘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仅仅用了2年半的时间，这是相当快的速度，也凸显出了中国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飞快的发展，因此也是让世界各国都对中国的发展速度感到惊叹。因为还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造船业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很多技术都是被西方国家打压，且受到技术封锁的压迫，使得中国的造船业占全球市场还不足1%。然而，短短的20多年，中国的船舶制造技术就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而相对于美国，在船舶制造业达到一定的成就后，就开始停滞不前。加上美国在进行去工业化后，美国就已经不具备生产大型民用机械的能力，许多重型船舶都需要从中国进口，所以也是比较依赖中国的重型船舶。因此，有专家说，美国的造船技术已经开始落后了。而中国造船业，尤其是巨轮的制造崛起，也就近20年的事情。在2002年的时候，中船重工建造了第一艘30万吨超大型邮轮，其排水量是尼米兹级航母的3倍，船舱可以容纳下1200节火车厢。而中国也借此打破了一直以来日韩对超大型邮轮的垄断。而且，中国的首艘超大型邮轮还发生过一件趣事儿，在该船趁着夜色进行试航的时候，周边一艘货轮雷达突然检测到前方出现了一座从未见过的巨大岛屿，船上人大吃一惊，立马向总部联系。后来，当岛屿上的灯亮起时，货船的船员才知道，原来那是一艘巨型邮轮。到了2020年，中国造船业能制造出全球船舶订单中95%的船，这也使得中国新船的接单量占据了全球新船订单份额的48%。从这里看，中国显然超越了全球许多国家，而此次有包括美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都青睐于中国的切诺基号火车运输船，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船舶制造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认可，也坚定了中国船舶制造业走向世界的决心，也为中国船舶制造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加强了中国突破西方国家在船舶制造业上的垄断的底气，并且有利于中国加快实现船舶制造强国的目标。相信中国未来船舶制造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